猪夹栏的猪肉，就像刚刚那个新的教授拍的这个影片，这个不是有那个母猪一只一只关的有没有？他说要不用这个猪肉，2017年啊，现在几年了？2016了哈，到现在麦当劳它的供应商的牧场还没有人盖出半栋养那种他要的那种规格的猪，哦，所以你看2016到2017还有多久？他根本在台湾不管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反而是我们可以要求，至少这些在我们台湾还没定出法律，但是这些国际连锁。他们有全球一致的规范，为什么我们台湾的部分它可以不遵守？我想这个反而是一个很理直气壮的这个条件哈，所以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报告到这边。那如果后面大家还有任何的议题要讨论的话，我们欢迎可以提出来。好，谢谢。非常感谢廖理事长，他的发言跟刚刚今天新和教授的这个演讲搭配的非常好，就是他提出了一个说，其实经济动物的命运是在消费者手上来操控的。我们在台湾，我们从事这个关心动物福利的人，过去比较重视的是说，对运动者本身提出很多要求，对于有爱心的人士提出很多要求，对于政府提出了很多要求，但是我们对于消费者，或者从我们每一个人以消费者的身份来说的话，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就台湾的消费者保护运动，是台湾所有的社会运动里面第一个出来的，就是消费者保护基金会是第一个台湾成立的这种以社会运动为导向的基金会。那可是过去的消费者运动只集中在消费者本身的利益上面。到目前为止，包括像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想的还是说，我作为消费者，我自己的利益怎么样？那现在如果说消费者愿意稍微把眼界扩大一点，我们去想说，我们所消费的那个对象，他的福利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往往这是消费者运动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好，谢谢这个廖理事长。那我们今天第二位发言的是要请这个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李建慧博士，他来做报告。李建慧教授是在台湾，他自己在留学英国的时候，他研究的领域是19世纪英国的动物保护运动史。在我自己的经验上面，我非常就是对他的研究，我非常的从里面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19世纪，特别19世纪后半期的动物保护运动，是到目前看起来是我们今天在从事动物保护运动的时候都非常值得去学习的一个导向。什么样的导向呢？就是动物保护运动并不只是关心动物，动物保护运动是跟妇女的解放运动，跟废止奴隶，那个时候有废止奴隶，今天来说我们就是说种族的平等，还有儿童的保护，跟所有其他的社会改革要求是结合在一起的。